上周面临美国禁令的 TikTok 宣布，该公司以及母公司字节跳动在美国的总法律顾问安德森将在6月卸下辞职，并全力专注于应对美国迫使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的挑战。针对美国国会的不卖就禁草案 ，TikTok 已经宣布将进行法律挑战。那么 TikTok 能成功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TikTok 是否还有别的路可以选择？来看报道。针对安德森的调任 ，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周受资赞赏安德森此前的贡献。他表示，很高兴安德森同意担任特别顾问，专注于我们公司这一非常重要的使命。安德森原本在微软公司担任副总裁兼首席知识产权顾问，2020年跳槽至 TikTok。上任以来，安德森主要负责与美国政府进行谈判。他也曾在2020年成功挑战了时任总统特朗普对 TikTok 的禁令。TikTok 方面曾表示，这一次公司也将动用司法手段挑战美国政府的最新禁令，预计公司会赢得法律挑战。不过，分析认为，与此前相比 ，TikTok 的诉讼空间大为缩小，因为2020年 TikTok 成功挑战的是特朗普时期出台的行政令，而拜登此番签署的法案的地位要高很多。而且 TikTok 法案并没有直接使用关停、封禁等词汇，而是要禁止应用商店和互联网托管服务商为外国对手控制应用提供服务。又提出，如果 TikTok 完成剥离，就可以豁免这一要求。法案还包含多项详细的定义，构成 TikTok 在法律挑战过程中将面临的复杂障碍。有法律学者认为，以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为法律武器，对 TikTok 法案提出破坏言论自由的诉讼，或许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实际上，2020年 TikTok 就是以此为武器，赢得了对特朗普行政令的诉讼，积累了一些经验。TikTok 呢，其实它已经有赢过的案例了。美国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英美法系的，也是以判例为主的，所以 TikTok 只要它证明这个法案是违宪的就可以了，所以我认为胜算还是很大的。美国舆论认为 ，TikTok 法案的核心是不卖就禁，目的是胁迫字节跳动向美国企业出售 TikTok。美国财富杂志还列出了 TikTok 的潜在买家，包括前财长姆努钦、真人秀《创智赢家》里的明星投资人凯文·奥利、视频游戏公司动视的前首席执行官鲍勃·科蒂克，以及微软、甲骨文和脸书母公司 Meta 等其他科技巨头。但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已经发布一份声明辟谣，强调没有出售计划。路透社认为，算法是 TikTok 的核心资产。从企业层面而言，字节跳动不愿将核心竞争力授予任何竞争对手，而中国也为保护企业合法权益打造了法律工具篮子。根据商务部发言人束觉婷去年的表态，若美方强制要求出售 TikTok， 中方将坚决反对。他强调，出售或者剥离 TikTok 涉及技术出口问题，必须按照中国的法律法规履行行政许可程序。中国政府将依法作出决定。字节跳动2020年就曾发声明表示，公司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和《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处理关于技术出口的相关业务。美国媒体还分析了 TikTok 拆分上市的可能性。智库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战略技术项目主任刘易斯认为，让 TikTok 剥离其在美国的业务，单独在美国上市将会是一个解决方案。他认为，上市后 TikTok 将接受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的监管审查，或可因此不必中断服务。实际上，2020年时就有相关传言，但外界认为风险依旧很大，尤其是增大了字节跳动的合规风险。我认为这个可行性不大，因为这涉及到公司的核心算法的问题。那只有控股股东放弃了对公司的控制权的情况下，才会让你通过上市来实现剥离 TikTok。而这跟出售实际上也没什么区别。更为关键的是，这还涉及到技术出口的问题，还涉及到是不是能拿到出口许可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上市的可能性不大。此外，法案的实施上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巧合的是，法案给了字节跳动270天来剥离美国业务。从拜登签署法案的那天算起，到期日期恰好是2025年1月20号，也就是下一任美国总统宣誓就职的日子。这意味着拜登签署 TikTok 法案实际上是击鼓传花，是拖延问题。而拜登的主要竞争对手特朗普再次和拜登对着干，转变了对 TikTok 的态度，于4月22号明确表示了对 TikTok 的支持。 Without TikTok, you can make Facebook bigger, and I consider Facebook to be an enemy of the people. 其实 TikTok 呢，既是两国的争斗，也是美国大选年两党的争斗。为了争取选票所做的一种表演。那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拜登把 TikTok 这个事件呢挪到了下一任总统去解决了。而且呢 TikTok 现在正在通过司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即使是下一任总统可能任期结束恐怕这个官司还打不完。所以大家的该怎么用怎么用。相关禁令也引发 TikTok 用户的强烈不满。最近几周 ，TikTok 的游说者和数百名参加集会的 TikTok 用户都在华盛顿抗议美国政府的禁令。在直播带货模式的启发下 ，TikTok 成为不少美国人创业的重要平台。TikTok 法案令他们的危机感进一步增加。在 TikTok 上售卖盆栽作品的布兰登表示，得益于 TikTok 的传播能力，他的收入在去年1年里翻了1倍。Right, I have friends and family members that work for me and help package plants and orders. So this goes beyond just me now. This is like, a team of 8 other people that would lose their jobs. 一些美国政治人物也公开对法案表达不满。据美国国会山报26号报道，美国独立总统候选人小罗伯特·肯尼迪当天在社交媒体 X 上表示，美国政府对 TikTok 的剥离法案违反宪法，他计划向美国法院提起诉讼。他指责拜登政府通过禁令假装对华强硬，损害美国公民的利益。然而，美国政府仍加码打压中国先进产业，企图不卖就禁的 TikTok 法案刚刚被签署，但也有观察指出卖是不可能的。您预测 TikTok 在美国的前景将会如何呢？首先 TikTok 实际上在美国被禁是很长时间美国在酝酿的一个事情，包括说前段时间他推出的7521法案，就试图把 TikTok 的这个就是中国资本因素控制在半年之内就要进行剥离。但是根据我们这边商务部出的这个出口管制条例里面，算法是不能出售的。如果你把算法剥离出来，那可能这个购买者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吸引力。所以现在导致的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场景，就是你即便要卖，其实也受到中国的出口管制端的约束，那你是卖不掉的。那我觉得对于 TikTok 来说，它最好的一个做法很可能就是我现在继续在美国运营，然后同时呢我也提出这个上诉，因为它里面保留了一个上诉机制，因为其实这个 TikTok 法案有可能会涉及到违反宪法，那我就这一条提出上诉之后，如果说在上诉过程中我赢了，或者说在上诉过程中美国的这个上诉法院告诉我可以继续运营，那能拖一段时间就是一段时间。那最坏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上诉了，但是我也输了，这个时候就1年之后，实际上就不能有新用户在你平台注册了，你就会维持一个非常低维度的运营，因为存量用户你还是继续可以用的，只是说运营商这边也不能给你提供服务了。那可能很多就是所有的这个产业链上的各个运营都需要你自己去做，这个时候因为别人不敢参与进来嘛，所以成本会比较大，这个链条会铺的比较长。但是 TikTok 自己也说，我不会轻易的退出美国市场，即便是一个我自己花成本去维护，然后去运营，然后甚至新用户不能注册，我也会继续待在美国。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糟场景的一个预设。